掐指一算，那些能让我们滚瓜烂熟、刻在 DNA 里的名台词，无论在数量还是情感浓度上，都早已不输给任何一部好莱坞大片。但奇怪的是，游戏语音这门庞大而精密的工业，却始终藏在聚光灯的阴影里，鲜少有人提及。基本在主流游戏颁奖典礼上，能上桌的都是作曲家、制作人、主美或是董事会成员，甚至连路人混上舞台都没人管了。反正就是比做音频的有排面。I think I want to nominate this award to my Reformed Orthodox Rabbi Bill Clinton. Thank you, everybody.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就在今年 GDC 上，育碧在分享《星球大战：亡命之徒》的幕后时，展示了他们为主角凯维斯和他的小宠物尼克斯设计的对话系统。不看不知道，这一看真是水太深了。在游戏里，你当前的派系声望、通缉程度、玩家态度是装可爱还是强硬，都可能改变 NPC 对话内容和语气。冰山之上是一句浅浅的台词，冰山之下是各种代码逻辑和数据交织成的语音网络。仅仅为了让 NPC 的一句你好听起来不那么重复，系统里可能就预制了超过50种不同的版本。而一款像《荒野大镖客2》这样的史诗级作品，它的总语音量可以超过50万句。当一个产业的体量达到这种广度和精度，就已经不再是请个 CV 念稿子能说得过去的。游戏语音工业远比想象中复杂，它的背后隐藏着2条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创作哲学。一条我们称为追求极致真实的舞台，而另一条则是效率至上的工厂。本期游戏语音超特辑，我们将深入声音帝国，为你揭示那些让百万人落泪的台词背后孕育的声音革命。穿着布满标记的紧身衣，戴着头戴式摄像头，在上百个红外摄像头无死角监控下，最大化捕捉演员面部细节，录制最原汁原味的声音状态，这就是表演捕捉。根据财富商业洞察的市场报告，2024年的3D 动捕市场规模已达3亿美元，在势如破竹的发展下，预计在8年内直接 double 达到9亿美元。美墨这么玩，生化危机这么玩，神秘海域这么玩，战神也这么玩。这年头敢叫自己3A 游戏的都这么录音，为什么？有钱没地方花吗 ？No， 因为他真。想象一下，当一个角色在闹市区被追杀，他的声音会因为害怕和疲惫变得沙哑断续；当他在激烈的搏斗中挥舞手臂，他的声调会因为肌肉的紧张而自然拔高。这些细微却至关重要的生理学反应，是任何一个坐在录音棚里的配音演员再有演技也难以完美复刻的。但在舞台上，这一切都是真实同步发生的。你听演员累得发喘，那是因为导演真的在把他们虐得发喘。在拍摄开始前，我直接被拉去和前海豹组织队员体能战术特训1整天。要不是我身材1.9米，浑身腱子肉，还真拿不动这份工作。每拍一条暴怒的戏，导演起码让我怒吼20次以上。拍完1天，我嗓子直接报废3天。敢做3A 的都是游戏大厂或拉到投资的独立办公室，只要钱到位，他们有这个预算和时间赛跑，慢慢蹂躏演员，去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但对于独立工作室或中小厂来说，随便大撒币抛动捕房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不少中小工作室的舞台实际上是草台，有的直接在出租屋里拿战术耳机录音，有的去大学里摇人，渲染一波梦想，直接免费为爱发电；更有甚者直接开辟新赛道，把没钱从劣势直接转化成一种风格，学都学不来。动物森友会直接用录好的字母表随机加速播放，创造了独特的动森语。无论你是哪国人，听的内容都一样，厚着脸皮把本地化语音的钱给省了。空洞骑士的开发者甚至承认，整个游戏的语音就是开发团队和他们家人朋友对着麦克风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词。甚至为了省请专业歌手的钱，游戏里出现的唱歌内容全是作曲家本人自己哼的。如果你更自闭一点，连陪你录音的朋友都没有也行。传说之下的开发者就直接放弃请人录音来省钱，连字母表都懒得录，直接设计不同的打字机音效来模拟人物说话。可以说，真正的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无论是1000平的动捕房，还是1000月租的车库，只要有创意、脸皮厚，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舞台。但是舞台上导演爽了，舞台下的脏活谁干？台词谁写？人谁请？钱谁谈？时间谁控？录回来的样本谁修？这是一个游戏公司，而你是一名语音设计师。你在公司内主要对接2个部门，负责撰写台词、世界观和角色设定的叙事设计师会给你故事主线和人物台本。首先，你需要根据世界观在 Wise 里搭建底层语音系统，此处包括人物心声、群杂、呼吸声，以及冷却时间、中断规则和播放优先级等复杂的对话管理逻辑。打好地基后，拿到编剧写的人物台本，你们会一起打磨台词和物色声优。之后，另一个部门，也就是项目经理，会负责协调资源和排期。一般录音会在外部配音工作室进行录制，因为一般大型工作室都提供一站式服务，从选角、联系配音导演到找录音师，通通帮你搞定。你只用和编剧人过去盯棚就行。口罩时期，在卧室录音，在线盯棚逐渐跃向主流大作后，这几年盯棚甚至连门都不用出了。无论是否远程，外聘的配音导演都会帮忙调教演员进入最佳状态，而你和编剧则共同制定验收标准。编剧一般决定这句词是不是自己想要的，而你需要确保这句音频是能用的。比如有些本地化版本的配音，表情入戏，情绪到位，编剧拍掌称快，但因为太长了，根本对不上播片的口型，所以在你这也得亮红灯。在2种标准彼此妥协下，有时候临时改词删词都是很正常的。拿到录音后，你的重头戏就来了，因为清理杂音、选择剪辑、效果处理、母带平衡，以及在游戏中验证你之前设定的系统是不是真的能用，都得由你来负责。除了繁重的编辑任务外，这个环节还特别考验你的戏。如果前期没有制定好命名规则和技术文档，等到交付时测试提 bug， 你根本就不知道样本名是什么，直接爆炸。整个过程的每个环节都有让你想问候对方母亲的时刻，但这就是现实世界，这就是语音工厂。Let's get started. Okay, guys, one more time with feeling.贝塞斯达工作室2011年做《上古卷轴5天际》录了6万条对话，2015年做《辐射4》直接录到11万1000条，而在8年后的2023年，研发星空直接让他们录了25万条以上的语音。这意味着在短短10余年间，同一家工作室制作 RPG 的对话量增长了超过4倍。顶改数量能飙升成这样，因为现代3A 游戏越来越强调由玩家驱动的系统性叙事。玩家期待无论是合理还是离谱的行为选择，游戏总能做出最妙的反应，说最不人机的话。要满足这种野心，必然要求游戏为各种分支可能性准备专属的内容。奥地利战将雷蒙多·蒙特库克利曾说，打胜仗有3个必备要素，第一是钞票，第2是钞票，第3还是钞票。如果25万条语音给你纯录，就算你1小时可以录50条有效台词，整场拉下来也得5000小时。如果按照每小时500美元的综合费率，就单语种的录音成本就高达250万美元。这还不算选角、项目管理、后期、质保以及语言本地化的费用。因此，如果不另辟蹊径找邪修，基本上这项目被砍的下场是包的。好在 AI 在这几年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造福了游戏饮品，在成本、速度和创造自由上拯救研发团队于水火之间。那么，他们有哪些搞法呢？秘籍文本转语音之术，奥义伸转身之术，大元模型解放双手之术。利用 AI 即时生成的小样，可以让编剧的台词即刻在游戏中听到合入后的粗版，节奏长度和实际效果无需等待几周几个月便能直接感受。编剧可以把剧本打磨满意了再去录音，避免了录了改，改了录的烧钱惨剧。除此外，除了主要人物和重要播片需要实录外，其他 NPC 的声音基本可以外包给 AI 来随机化微调，避免耳朵尖的玩家发现声音来来回回都一样，又省一笔钱呢。当你母语版本录制完后，可以让 AI 直接将同一份脚本生成数十种语言的配音，直接省了本地化配音的钱，赢到头皮发麻。多人在线射击游戏 The Finals 的开发商 Mbox Studios 说，游戏中的解说员声音和玩家通用叫唤声都是 AI 文本转语音生成的。
他们声称，对一个需要不断更新迭代的在线服务型游戏来说 ，AI 不用几个月，只需几个小时就能为新内容生成配音，这么爽，是你不用吗？这么说的后果，除了被喷，想不到还有其他的可能。知名配音演员 Gianni Matrigrano 和 Zan Shakt 说 ，Inbox Studio 说的神叨叨，只能骗局外人。对于训练有素的配音员，基本上1-2天便可以反包。许多玩家也对 AI 语音的质量表示不满，认为声音听起来很机械，缺乏情感，破坏了游戏的沉浸感。说1000道10000，这种本质为了降本增效、抢人类饭碗的行为，无论怎么包装都会被喷。那有没有用 AI 不会被喷的方法呢？也有，那就是用它来绘图转身。在《赛博朋克2077》的 DLC《往日之影》中，维克特的波兰语配音演员米沃戈斯特·雷泽克于2021年不幸去世。原本开发商 CD Projekt Red 打算请新演员重录一遍老版本，但秉承着情怀与致敬，工作室选择了一条更为复杂的道路。他们聘请了一位新演员来表演新台词，然后通过 AI 技术将雷泽克的声音特征叠加到新演员的表演之上。除此外，这一行为还是在雷泽克家人的全权授权下进行，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不负如来不负卿。当然，这么有良心有情怀的开发商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公司仍然对使用 AI 秉持省钱的态度。尽管美国工会通过强制谈判、罢工和出台互动媒体协议等方式来最大化维护声优权益，但长远来看 ，AI 重新定义游戏语音的未来，基本上是肉眼可见的趋势。虽然目前 AI 仍然只作用在边角料的语音上，但不要以为只要是明星声优便能高枕无忧。在大语言模型和一站式平台套件双管齐下嵌入后，未来可能连台词都不用写，只需把世界观和人物小传喂给 AI， 大语言模型便能根据人设动态生成符合这个角色不同状态下说的话。文字转语音后，再由面部动画实时演算这句台词的口型，只要整个过程在极低的延迟下完成，就能创造出一种与 NPC 真正交流沟通的错觉。你作为叙事策划，即便绞尽脑汁把可能的对话情况想爆，也比不过人家天生会思考、会变通的 NPC 啊。但那些声优怎么办？这些事业破产吗？ No， 他们的角色可能从单纯的表演者转变为 AI 指导或数字声优训练师。他们可以通过提供初始训练数据来塑造 AI 角色的声音和情感，在开发过程中对 AI 语音进行微调指导，确保表演质量符合艺术标准。当你在这么想的时候，有人已经这么做了。著名演员詹姆斯·厄尔琼斯就授权迪士尼使用他的声音给未来达斯维达这个角色配音。虽然需要适应新的游戏规则，但声优未来起码还是能捞到一口饭吃。而真正应该担心的是，爱拿重金砸画面炫技，却连个故事都讲不好的所谓3A 游戏大厂。在以 AI/GC 为首的技术民主化浪潮下，独立开发者可以根据项目体量和总预算，给 AI 服务商按需付费。10年前难以逾越的门槛被迅速移平后，卷的就是故事、玩法和艺术创新。无论你是游戏音效师、游戏策划，或者是随便看个热闹的玩家，你准备好接受这份 AI 浪潮的洗礼了吗？